Hello，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星星绕地球，这里是星星。上2期出了2期关于马来西亚那个FIRE 提前那个退休养老的躺平的那个视频之后，哇，收到了好多马来西亚观众朋友的热情留言，然后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觉得马来西亚给我的感觉就是受到了马来西亚那个人民特别热情的欢迎，就是说对于就欢迎我去考察呀，然后还给我提出各种的 tips 建议，然后我觉得特别的感谢。就是在这种热带国家，就是那个 tropical island， 像这种热带国家生活的人，还有和那种幸福指数特别高的国家的人，他们对人都会特别的更热情友好一些，就是对于外来的人就是采取一种欢迎啊，很 guest friendly， 就很友好的一种态度，跟我在其他地方受到的那种感觉真的反差很大。因为我是就是我从小时候是在中国出生，然后后来在德国念书，然后被德国的公司又派回中国，在香港啊、深圳这些地方工作，然后后来再来到美国，然后可能旅居过很多的国家，然后就想讲讲，就德国是那种比较 serious、比较严肃的国家，他们不是一个移民大国，但是他们比较 serious， 他们其实也没有说对外来人口有敌意，但是就我感觉德国人虽然很严肃，但是呢，他们其实还是很乐于助人。就是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在那个法兰克福，因为我是外国人嘛，然后德国也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说像我这样的面孔并不是那么多，不会像在那个加州或者在纽约，然后华人的面孔、亚裔面孔或者是2代3代的这种，就是华人在这边长大的，就是烂大街了，所以大家看到我们一点都不稀奇。但在德国，我在那个Frankfurt 那个 main railway station， 就是法兰克福的那个主火车站的时候，它那里不是都有那种铁路线路的那种时间表嘛，然后我那时候我会周末的时候在离开学校去我小姨家，因为我小姨在德国是医生嘛，然后我每次在那个台上去那个路线图那里去看那个火车的那个交接时间，看几点去哪个站台的时候，然后只要超过真的是。我感觉超过5秒钟，然后就一定会有一个，就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老的还是少的，他们就会上来用很礼貌的英文，因为我是外国人面孔嘛，专门用英文问我，就 May I help you? Do you need any help? 然后就会担心是不是我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去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去看，然后很 nice。然后其实我是会德文的，然后我是没问题，我就会用德文回答他没有问题。然后经常的时候我拿着行李从火车里出来，然后不是要下一个 tunnel， 就是一个地下通道的时候，有很多台阶嘛，有的时候就可能没有办法去到那个滑行李的那个滑道，我就要一个人在搬，经常我都是搬着刚搬到一半，然后我的行李就感觉一轻，然后后面有个人就不知名的一个路人就帮我拿起来了，然后也不说什么，他就帮我一直提到下面，然后放下就走，也不会有多余的一句话。就我感觉德国人是那种，就刚到德国的时候觉得哇，坐在火车上，就比如说在中国跟我妈去坐一个火车去旅行，哇，我妈是很外向的一个人，一坐上火车就跟人各种调侃，然后一路上火车上交很多朋友一起分享吃的呀什么东西。在德国我是经常那个时候我在德国的学制叫做 Kunststudium 和 Hauptstudium， 它的大学分为2个部分，就是它的基础学科，我的 Kunststudium 是在 Marburg 上的，然后我的 Hauptstudium 是在 Frankfurt 上的。然后当时我从 Marburg 到 Frankfurt 其实中间就有1个小时的火车的车程。然后那个时候当我换 semester 的时候，我就有一段时间暂时还是住在 Marburg， 但是我要去 Frankfurt 上学，然后每天都要坐火车。然后在火车上你会感觉德国人很 cold， 就他们看到你就不会打任何招呼，就基本上是一个人就很严肃嘛，就是either 是在自己看一本书，either 就是拿着电脑在那里工作，然后不会理你，一句话都不会讲，他们就感觉他们很 cold， 就跟那边的天气一样。但是实际上你接触久了会发现他们是外冷内热，就他们还是一个很友善的，对人还是很 nice 的，就他们的那个道德水准比较高。关于德国的故事我这里就不赘述，以后再慢慢给你们讲，如果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慢慢再讲欧洲。然后这是我印象中的德国。然后后来到了美国之后呢，我会觉得哇，美国简直是个移民国家，你在这里什么颜色的人都看得到，就黑的白的棕的，然后什么样式的人也都有，就人种非常的复杂。然后但是可能就因为这是个移民国家，也就导致了就是说像我所在的地方 LA 啊这种，还有 New York 啊 New York City， 就这种人特别杂的地方，也感觉这些人比较冷漠，不是那么的友好。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德国的时候，他们会对于亚洲会对于中国有一些就是不太了解的一些偏见，比如说
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电视台叫 ProSieben 就是第7电视台，是他们那个公立电视台，就可能像我们的央视 CCTV7一样，就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播的中国，你知道吗？都是像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中国一样，就是那些人都还是骑着 bicycle， 就是穿着蓝色和那个绿色的衣服，就是那种文化大革命时，然后在北京，然后骑着自行车，然后所以说当时我在德国就是在学驾照的时候，他们都说哇 you're so lucky you can drive car here， 就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哦我在中国都是骑驴上学，就去讽刺他们一下，他们不了解中国，德国还是那个时候就是传统的德国人他们会比较避赛，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就觉得哇，不管是 nice 的眼光也好，或者 negative 的眼光也好，没人 care， 就是说你在美国就是 one of the Asian here， 就是说没人会理你，甚至于你在就说纽约的出租车上，你会很 nice 的想跟出租车司机攀谈一下，哎哪里有好玩的，他理都不理你，他装作像没听到你说话一样。我当时就觉得我有一次去纽约旅行的时候，就在那个出租车上一上去就我就问他，我说do you know where is blah blah blah， 就是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哇他完全充耳不闻，当作没听到一样，但其实他听到我讲的话的，我就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友好，可能就是太多外来人口了。那加州好莱坞在这边，然后很多的华裔啊也好，很多的，因为它的加州天气特别好，所以很多人到这里第一站就是到加州。然后我感觉加州就是说种族歧视 discrimination 在美国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但是你要说真正的歧视，我也没有太感觉得到，因为你比如说去到那个公共就是部门，你需要他们的 service 的时候，或者说你去看医生，或者说你去按摩的时候，服务你的人有白人，有各种颜色的人，有可能日本人、韩国人，各种人，你也不会觉得他们会特别的给你白眼，但是我感觉他们其实没有我感觉到的马来西亚人民这么的热情。就德国人，我为什么提了一下？因为德国人表面上不会那么的热情，你会慢慢跟他们深入接触，发现他们是值得你交一辈子的朋友。但马来西亚就是我的观众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非常就 welcome， 就是我们等你来了，给你介绍好吃的或怎么样，还给我很多 tips， 在那里公共交通啊、买房子啊这些，我就觉得哇，真的好热情，就那种他们从外面就很热。然后德国我是觉得是外冷内热，他们很实事求是，他们要帮你就会帮你，他们不会说那些很虚的话啊，我会帮你，但实际上你找他们的时候，为什么你要来找我？那我觉得美国呢，怎么说呢？我觉得美国人不会那么的友好，为什么呢？因为千万不要，我的言论不要来骂我。先 excuse 一下，只代表我个人的那个一些小小的观点。然后那个我觉得我在美国的这几年的感受，可能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这里来的人已经太多，所以说他们第一对移民见怪不怪，还有可能这里的非法移民，还有各种移民的问题可以对社会的影响。所以说当地的就是所谓的当地的已经成为 American citizen 的人，他们并不会看到一个人说我想到美国来看看，就说你快点来，欢迎你，你这里有怎么，欢迎你到美国来旅居，或者欢迎你移民美国，或者说来了我介绍好吃，他们不会那么的热情，他们会比较冷漠，甚至于还有遇到敌视的那种，就是叫你滚出美国，中国人滚出美国。因为在疫情的期间，真的有一次我在这边的一个亚洲的 Plaza。新冠的疫情期间，我就很无辜的站在那个 Plaza 在等我的 Uber，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车，然后我在等我的 Uber， 然后就一个 truck 路过我，就可能是一个墨西哥人吧，然后把窗户摇下来，就用英文骂我，就是 Go fuck your Chinese, go back to China, don't take the virus to US， 就这么很不友好的，我真的也遇到过。然后就美国人还是有些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傲，就高人一等的感觉，他们会觉得像我们这种就是那种原本的 foreigner 到美国来都是为了想要移民，就想要 immigrate。给我的感觉，在马来西亚没有人会问你你是什么身份，但你知道吗？在美国你被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是什么身份？你究竟是绿卡公民还是什么旅游，还是没有身份的？就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在德国好像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身份的问题，可能因为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然后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观众给了我那么热情一个温暖的回馈，让我就感觉马来西亚我是真的应该再好好的去看看。第一次去是作为又是开飞机又是好吃的又是拍海边的美照，但仍然是作为一个旅游者。但是这一次呢，我想去看看，就是作为一个深度的考察者去看一看，既给自己一个把功课做完，也想给观众分享一下我那个做的 research 然后大家也看得出来，我这期视频背景换了，因为我这两天在帕萨迪纳的一个 Airbnb。哇，这两天，然后真的是被这个 Airbnb 的 host 和那个被 Airbnb 的平台搞得头痛，然后在感叹美国服务真的是不是很好的同时，然后这两天也在安排去那个马来西亚的行程嘛。
好啦，观众朋友们，那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喽，咱们马来西亚见，记得点赞、关注、支持我的视频哦，下期见，拜拜。